俄乌局势骤然升温，美国总统拜登显然压力巨大。在当地时间周一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拜登因对福克斯新闻记者爆粗口被推上风口浪尖。深圳卫视记者还注意到，在当天白宫记者会上，让发言人普萨基陷入尴尬的，同样也是这名福克斯记者。 周一，美国宣布在乌克兰的外交官紧急撤离，英德等国随即跟进。加上美国计划向东欧增兵，导致乌克兰局势陷入随时开打的阴影。受此影响，欧美股市遭遇黑色星期一，欧洲主要股指全线暴跌，而美国纳斯达克指数盘中一度暴跌超过4%，创下50年来最糟糕的新年开局。道琼斯指数则连跌7天，当天一度狂泻1115点。 在当天白宫记者会上，有记者就此进行提问，发言人普萨基却试图淡化美股大跌的影响。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也意外躺枪。First on the markets, does the president think it's a big deal that today the Dow Jones is down at one point more than 1,100 points? Well. To start with, we focus on the trends in the economy, not any one day and any single indicator. Unlike his predecessor, the president does not look at the stock market as a means by which to judge the economy. 好在美股在暴跌后尾盘出现绝地反弹，三大指数均小幅收涨。但这位提问白宫发言人的福克斯记者彼得·杜西当天又将拜登推上风口浪尖。当时拜登在参加一场讨论为美国家庭降低消费支出的内阁会议前发表简短谈话，彼得·杜西直接对准美国目前居高难下的通货膨胀开炮。 对于这一问题，拜登面无表情，并小声嘀咕，随后竟爆出惊人粗口。That's a great asset. More inflation. What a stupid son of a bitch. 直播视频显示，记者提问的时候，现场有白宫工作人员已经开始喊话结束提问了。而拜登回答时，神情并非像是在对记者回应。美媒报道称，拜登此时可能以为麦克风已经关闭，于是脏话脱口而出。而从其面部表情猜测，似乎意识到已经祸从口出，但为时已晚。 总统爆粗口令美国舆论一片哗然，而拜登爆粗口的对象福克斯记者彼得·杜西在其后的新闻节目中表示，因为现场太吵了，自己当时压根没听到拜登对他爆粗。And I couldn't even hear him because people were shouting at us to get out. But somebody came up to me in the briefing room a few minutes later and said, "Did you hear what the president said?" And I said, "No, what?" They said, "He called you a stupid SOB." And I said, "Oh, no, but it is something great that you were called a name by a president. Yeah, I mean that's something that that will be in the history books. Yeah, I think that if we still have them. And Peter, you might already have like a book title. Yes. Right. Or a chapter title at least. I do have a question. 杜西向来以对白宫提问犀利而闻名，经常向拜登、白宫新发言人普萨基发难。他表示，在记者会结束大约1个小时后，拜登给他打去电话道歉，强调此前的言论无关个人。 事实上，作为前总统特朗普御用电视台，福克斯新闻与拜登的梁子早已结下。去年11月，在英国举行的气候峰会上，拜登被拍到在会场酣然入睡，福克斯对其好好的讽刺了一回。 But Joe Biden pictured, as you can see there, taking a little nappy poo in public during a meeting about climate change. Now, Joe just couldn't seem to keep his eyes open, peacefully sleeping, not a care in the world. And then, of course, an aide has to rush over about Joe. Hello, Joe. Joe, wake up, Joe. This is the latest humiliating moment out of Biden. 而就在上周，拜登也对另一名福克斯记者海因里希的提问表示不满。当时，海因里希就乌克兰局势询问拜登。对于拜登近来一再失态，美国媒体分析称，显然令其闹心的事情非常多，内政和党争难解，俄乌局势恶化也让他不省心。在周一的记者会上，拜登透露，刚刚与欧盟及北约领导人进行了紧急视频通话。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I had a very, very, very good meeting, total unanimity with all the European leaders. 会后，英国首相府发表声明，强调西方领导人一致认为，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西方同盟必须迅速采取报复性反应，包括对俄罗斯祭出前所未有的一揽子制裁措施。有观察指出，美国的欧洲盟友表面上与美一条心，但鉴于各自国家的利益，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所以团结内部的意思就是美国跟欧洲的盟国
大家要步调一致。可是我看这个是有一些困难。以目前来看呢，他的领导能力好像并不是很强，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这些欧洲国家呢全部都拢在一起，大家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欧洲有相当多的能源是要靠俄罗斯来提供。拜登政府急需安抚的还包括乌克兰当局。对于美国带头从乌克兰撤离外交人员，乌外交部回应称，美方的做法过度谨慎。也有官员不满地表示，美国是第一个宣布撤离驻乌使馆工作人员的国家，这非常令人失望。乌克兰首都基辅比他们在洛杉矶或美国任何其他犯罪猖獗的城市更加安全。据今日俄罗斯报道，法德俄乌4国将于周3就乌克兰问题进行所谓诺曼底模式会谈。根据这项模式，这4个国家将一起寻求乌克兰冲突的解决方案。同时，马克龙或将在未来几天内与俄总统普京对话。那这个当然就是欧洲国家他们想走自己的道路的一种这个明确的表现。意思就是说，什么事情我们不一定完全要靠美国。美国做美国的，欧洲人做欧洲人的，那可以合作的咱们就合作，不可以合作的咱们就各干各的。周一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发表讲话称，目前正在积极通过和平方式缓和东部顿巴斯局势。他还表示，一切尽在控制之中。乌防长奥列克谢也表示，截至本周一，俄军并未形成进攻阵型，这意味着明天他们不会发动对乌进攻。现在俄罗斯的做法呢，我也可以理解，就是你走2步要退1步。如果说你一直往前冲的话，势必可能会变成一种物极必反的这种情况。周二，俄罗斯驻华大使杰尼索夫在北京举行记者会，就当前的俄乌局势阐述了俄方立场。那他透露，在与西方的谈判上，俄罗斯才刚刚迈出第1步，俄方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关切，现在正在等对方的书面回应。那这背后透露的意思就是，下一步俄罗斯将如何采取行动，将取决于西方如何回应俄罗斯的关切与要求。